你就是享受暧昧，你享受拖着，你脏心烂肺你！一亮，我们就去民政局把这个婚姻关系解除了。你说什么？你要跟我离婚？啊！我不跟你离婚，我等什么？等你让头上长草啊！就是在家闲出病来了，典型的被害妄想症。还理直气壮了是不是？半夜3更的跟人家出去开房，我误会什么呀？杨哲，你脑子进水了是不是？我真的懒得跟你说话。你解释啊！又收拾东西是吧？哎，你给我帮你啊！有能耐你解释啊，别收拾东西啊！手机别忘了，别到时候联系不上你。理亏了吗？词穷了吗？我跟你说，沈明宝，自从你当了神总以后，你整个人就膨胀了，就不知道天高地厚，这个家就称不上了。你是不是没想到啊？闹到离婚的地步，没想到吧？还有，我离了婚，我大不了一个人过；你离了婚，也找个比我好的不可能。哎呦，钥匙都不拿了啊！这是跟谁示威呢？杨正，阮清的拳头重，挨了打容易轻微脑震荡，所以我现在原谅你语无伦次、胡说八道。我给你16个小时时间冷静，明天下午，啊，不对，是今天下午，咱们民政局见，好聚好散。不用冷静，直接民政局见。户口本呢？拿出来。户口本我锁起来了，好事拿，坏事我不拿。人家夫妻吵架，床头吵，床尾和，你们俩倒好，一吵架就要去民政局，中间过程呢？啊，大妈，我嫂子都出轨了，我哥哥难道不离婚，难道忍着？你闭嘴！杨曼曼，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出轨了？我2只眼睛我都看到了，你自己扑上去，你那么主动的。成年人说话是要负责任的。哥哥，你看他还要打我。妈说的对，你就是个小妖精，这个家迟早被你拆散了。早知今日，我当初绝对不会收留你的。哎，搞缺了这是我家，她就再不是个东西，那是我妹妹，我收留她是应该的。你少说2句吧。反正要走就是你走。行，我走。妈，您保重，别被小妖精气坏了身体。你不能走，不能走！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你想干什么？你不用拦着他，让他走。你让他走。干什么？想干什么？离婚。昨天晚上沈明宝跟谁在一起？我。如果沈明宝出轨了，你不能包庇他。你们男人的脑子是不是都坏掉了？都有背叛妄想症啊！薛可欣，你是不是跟沈明宝串过口供？我知道你想保护他，我给你发张照片，你自己看看。有图有真相。有图也不一定是真相，我也发张照片给你啊。阮清可是我朋友请来演戏的。哪张是真的？这2张啊，都不是真的。你看啊，这张是借位的，这张是排练的。哎，这照片谁拍的？能发给我吗？不能。毛病。不过你别说啊，这照片啊，真的看不出来是借位的。哎呀，你们都有毛病。没事借什么位呀？还排练。是你呀，妈，进来吧。哎，把门关上。哦，来吧。好。叔叔阿姨们打牌呢。废话，这不是打牌是打球啊！妈，您
是专门来赔礼道歉的，要不您就让明宝出来吧。他没来我这里。他不来您这还能去哪儿啊？我告诉你，杨正，这次可不是赌气吵架这么简单了。你这是对你老婆缺乏最基本的信任，你知道吗？不是我说你，哎，看你妈妈那种霸气的人，怎么能生出你那么个小心眼的人？说得对，说得对。冲动是魔鬼。你拿把刀子狠狠地戳了他的心窝子，不是那么好挽回的。妈，我这不都上门来求原谅了吗？您就让明宝出来跟我回去吧，给我个机会。下午去民政局，你自然就见到他。哎呀，行行，别说了，好好打牌，好好打啊！来吧，你来。妈，那我把东西放桌子上了。妈，那我先走了。哟，来，叔叔阿姨，我先走了。我已经到民政局了，你到底还来不来呀你？我跟你说，我还有2波客户在会议室等着我呢。没去就对了，去了才傻呢。来，你再扶着我，你老婆啊就回来了。要不然你先帮我铺垫铺垫。我怎么铺垫啊？你们仨备注我不是有个群吗？就在群里先把我骂一顿，然后你再说生平的事儿。行吗？啊，你试试。行。明宝，我是妈。哎呀，我跟你说吧，我觉得你特别辛苦，真的，我跟你说话都不好意思。你说我儿子杨真哈，你说那么大个男人啊，他太不像话了，太不会体贴人了，是吧？都是他的错。我跟你说吧，不过呢，他其实他也挺难受的，真的哈。哎呦，他都病了，知道吗？他发烧，烧得很高，哎呦，退都退不下去。明宝，你就回来吧，你就那什么，就看着妈的面子，行不行？求求你了啊！我说的是真的，要不信我给你拍张照片，你等着啊，等着。我把药也拍上啊，别动。行了，我看看。你看看。啊。老婆，都怪我小的时候没好好补钙，所以长大了以后才缺心眼儿。我罚我自己跪键盘。你要是觉得跪键盘不满意的话，我就去跪电子秤。社畜小杨和加班小沈的爱情故事还会更新吗？老婆，要不然，我去给你买臭豆腐吃吧。老婆，臭豆腐得趁热吃，在现场吃，要不然这样吧，我现在就去臭豆腐店等着你，你赶紧过来，我们2个说好了啊，不见不散。
哎，老板。啊！哎，怎么这么早打烊了？下这么大雨，该收摊了，太晚了，明天再来吧。哎，你刚才有没有看见一女的过来啊？我那顾客多的是，女顾客也挺多的。哎，就是嘴唇薄薄的，桃花眼儿，长得还挺漂亮。没印象。哎，老板，我看你油还在呢，要不然你再帮我炸个臭豆腐，就炸1盒的时间，再等一会儿行不行？行吧，谢谢啊。看你这么眼熟啊，肯定是老顾客。谢谢啊，老板。跟你说啊，还是这家臭豆腐好吃，臭味能传10里啊！就你这奇怪的重口味，在我之前吓走多少姑娘啊？哎，我说，我就吃这臭豆腐，你就吃这蒜蓉辣酱，绝配！这辈子就这么吃吧。冷不冷？哎，老婆，你看啊，我已经到这个臭豆腐摊了，就等你了啊！来，全给你啊！来，你这豆腐，好了，回见啊！哎，老板，老板，你等会儿，跟您说实话啊，我是跟我老婆约了在这见面。你要是把这摊给撤了，我跟她这面就见不上了。你有老婆，我有媳妇儿，我媳妇儿在家等着我呢。哎，老板，帮帮忙好不好？哎，老板，等等。大妈，这雨下得这么大，我哥还发着烧呢。你是盼着他俩和好啊，还是盼着他俩散伙啊？那我当然是希望他们两个和好了啊！就我哥这条件，找我嫂子那样的已经相当不错了。不是你几个意思啊？什么叫相当不错了？我告诉你吧，他俩要是散伙了，你至少得负1半的责任。不关我的事吧？怎么不关你的事啊？是你冤枉你嫂子吧？啊！现在又跑来充好人，两面派，唯恐天下不乱。老板，还没收摊呢。我这好说歹说呀，说的我是口干舌燥，声泪俱下，老板才把这个牌子给我留下了，还饶了我一小板凳。我跟你说，为了等你，我差点把人摊儿给盘过来，我差点没改行去卖臭豆腐。我告诉你啊，窗口期已经过了。只要这牌子还在，窗口期就永远过不了。看看这伞，婚姻就是这把伞，信任就像骨架，骨架要是散了，婚姻也就散了。一块破布能遮风挡雨吗？老婆，你说话还是那么有哲理。你看，我去花店给你买的花，这花代表热爱真切，也有为爱道歉的意思。所以我觉得，只要爱还在，婚姻只是个形式。这算是骨架散了，咱也能给它接回来。夫妻之间的信任呢，薄的跟纸一样，脆的跟鸡蛋壳一样，一碰就破。你别上纲上线儿啊！你还回嘴？老婆说的是。吵架费钱吧？我这么会过？
纸来了，给嫂子的。给我的，这么殷勤干什么？我乖嘛。你是怕我找你算账吧？你不会的，宰相肚里能撑船，你的肚子能撑宰相。我已经把照片删了，不信你可以检查我的手机。你还裹乱吗你？不裹乱了，不裹乱了。还挑拨离间吗你？我是最支持家庭和谐的，从今以后我就是家里的小胶水，哪里有裂缝我就往哪里钻。行了行了，快出去吧，跟嫂子聊两句。这。爸爸。你这是干嘛呀？明天你大老板女儿的游园会，我要给她这个裙子呀，上面镶满这个施华洛世奇的水钻。这事儿你干妈帮的？你可别跟妈说。为什么？你跟妈怎么说呀？说你工作快丢了，你这不让她担心吗？那你这一晚能弄完吗？没问题，躲不过一个通宵。行，我陪你。晚了，我3点多了，整不完再睡觉吧，别弄了。那可不行，弄不弄得完不知道，但是总不能留遗憾吧。老婆辛苦了。没事儿，你睡吧。那怎么行了？我给你捏两下吧，坐累了吧？老婆辛苦了。不辛苦，我跟你说，我现在已经找到门道了，我轻车熟路，马上就好了。你说的对，我们的老公是同事，我们理应互相帮助。是啊，你老公让我老公放了半个月的大假，替我们谢谢他。你家杨铮现在是清点的背锅侠，马上就要变成妻子了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别吓唬我。我们是好姐妹，我才告诉你的。总公司打算派你们家杨铮去外地开荒。开荒？去哪儿啊？华北去吗？华北去也算一片锦绣了，派他去那儿能叫开荒吗？那是去哪儿啊？这我就不知道了，没问那么细。杨铮年轻，没有孩子，派他去那儿，于情于理都合适。就这么简单？人事调动从来都不简单，好好准备吧。去外地？我们以后不会这分居两地吧？想你了怎么办？万一想你呢？现在呢，交通都很发达，对吧？全国各地几个小时就到了，大不了咱们以后都为航空事业做点贡献呗。那飞来飞去的也挺折腾的。这不生米还没煮成熟饭呢吗？要不再争取争取？怎么争取啊？要不你再帮我想想办法？行。哎呀，今天老婆你刺探情报有功，要不然我陪你整顿烛光晚餐。真的？必须的。
好，扫这儿就行。谢谢，丸子。还有这边，然后这边这个白色，啊，鱼丸。好，谢谢。你好，你好。加3块可以换购1瓶酸奶，有需要吗？小美，好久不见，我给你发微信，你怎么不回我啊？总共15，微信还是支付宝？扫这儿。哦，那我换购1瓶酸奶吧。不好意思，没了。你扫这儿吧。来，下一个啊。来，加3块可以换购1瓶酸奶，有需要吗？好，总共10块，需要袋子吗？我走了啊，拜拜。小美，那你喜欢吃的。你怎么在这儿当上店员啦？托你的福，自从实习公司被端了之后，我就被延毕了。啊？我现在去别的地产公司面试，他们都以为我是那个报警的实习生。那你可以跟他们解释啊，这本来就跟你没关系嘛。有用吗？要不是被全行业封杀，我至于在这里打工吗？我是想帮你来着。送你一句话，不要以为四海之内皆你妈，你捅的笼子总会有人替你背锅的，成熟点吧。我妈早死了。哎，老板，你这干嘛呢？怎么了？我碰到小美了。哪个小美啊？就是我们公司之前那个前台，她把我骂了一顿，还说我害她被全行业封杀。我一直都是把她当朋友的，我就想为她好。你看她吧，就是磨刀舔血混饭吃，对吧？你看你，有哥有嫂有大妈，你们层次不一样啊。那你跟那个薛可欣不也层次不一样吗？真正的友谊是什么？不是没有裂痕，而是满是伤痕却崩不开。没事儿，多大点事儿？你看你哭的。衣服、整洁、球鞋、雪白、发型一丝不乱，完美。走，走。妈，等我好消息。走了啊！慢点儿，路上慢点儿。老大，看什么？很闲吗？哎，不是这，那个人事命令呢，昨天下来的，可能没来得及通知你。刚才那个就是我跟你说那个空降下来的 VP 啊，硅谷人才，技术出身。不是，那我干嘛去啊？是这样啊，人事部呢又新设了一个职位，叫质量控制总监。郑子，这回是平级调动啊，平级。哎，不是，跟平级不平级没关系，我就没听说过有这个职务啊。座位在那儿呢。不到黄河不死心，不撞南墙不回头啊！啊！哎行，你别拉着我就跟他说两句话，我就跟他说两句。老板，我拦不住。没事。詹总，
为什么我的办公桌被人给占了呀？还给我了一个叫什么质量控制总监这么有趣的一个头衔呢？公司辞劣。那我能问一下，为什么吗？你是失望个为什么吗？年轻人，你不要患得患失。公司对你的职位有其他的考虑。其实你新的办公室现在还在建造当中，那边的风景很好，有野生动物。听说在安静的晚上，能听见10公里外的野狼的嚎叫。那这个你说的美丽的地方在哪儿呢？你家来。什么地儿？美丽的你家来。你要是不想去的话，可以辞职。好的，我今天很忙，1分钟后有很重要的约会。啊，对了，你那个护照别忘了送过来，公司给你办商务签证。站长，我能问一下，我能知道我自己是怎么输的吗？你连怎么输的都不知道，你怎么可能赢？真哥，什么事儿这么开心？没有，不是，我是听到公司最近有流言，说要调你去国外，真假的呀？啊，这事儿还没最后定呢。哥，你放心，你走了以后，我一定好好照顾曼曼。我说你乐什么呢？我也会经常去看嫂子和阿姨的，你放心。请进。用专业的知识化解你内心的创伤。你好，我是甄大夫，有什么可以帮到你？甄大夫，是我，杨正。我一直在等你。这个点儿还没下班吧？为了病患身体健康，医者仁心，时刻不忘。 10几年前刚上班的时候，老板还叫我们工程师，现在只能降格叫码农。所有大公司都一样，喜欢把有创造性的事情标准化，每个人负责一块儿，还给你备份着，随时都可以把你替换掉，一点安全感都没有。不像你们医生越老越值钱，我们程序员啊吃的是青春饭，越老越不值钱。我也帮公司招过人。 都一样，都喜欢招年轻、便宜、能加班的。我现在36岁，在我这个年纪啊，是应该往上再冲一冲，好好规划一下。但是你越往上走，你就发现岗位越少，一步上不去，你这辈子都没机会了。可是我真的不想再继续敲代码了。 我也想过，想要跳槽，但是结婚了，房贷来了。安逸的舒适圈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勇气跳出去的。我觉得啊，公司就是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，你也不能怪它凉薄，它本来就是这样的。要怪啊，只能怪自己太傻。我也曾经相信奋斗是光荣的。 盯着贡献值，就跟盯着高考成绩一样。年度大会上要是得个奖，就觉得是自己的人生巅峰了。可是这些有什么用啊？哎呀，毛用都没有。
产品一召回，需要背锅的，背锅侠就是我这样的傻子。职业给你的压力大，还是家庭给你的压力大？你害怕的到底是失业，还是失业之后在家人面前抬不起头？其实啊，我没什么问题，就是想找个人吐吐槽。我以后可能也不会再来了，因为我过几天就要去你家来了。等我到那边啊，往这儿给你寄点纪念品。你要出国？真的假的？真的。说好听点儿叫外派，这不就是流放吗？但是你要是往好处想，哎呀，他还能给家里多拿点补助，挺好的。我是家里唯一的男人，我什么事得戳着，不能倒下。那也不一定呀，哪里摔倒哪里躺下。躺下？醒来又是一条好汉。今天怎么这么好啊？来接我。反正我也没事儿，父亲在家。你怎么了？有心事儿？那个，我们大老板已经确定了要把我调到你家来开荒了。哪儿？你家来。不是，那这是为什么呀？产品召回不是对人负责任吗？谁让我脑袋大的那几天不在，这口锅正是让我顶上了。这等于还没过堂呢就判刑了。呈堂证供，律师申辩，一概全免。哎，李先生。请转沈阳。啊，现在带你看房去。我来帮你。啊，谢谢啊，这个车有点沉，不好意思。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好，来上车吧。我们这个去啊？啊，对对对，在拐角那边坐这个就行了。好，坐好了。行，准备走了吧？你手干嘛呢？你干嘛呢？你下来！我让你从我女朋友身上下来！哎！你干嘛呀？这是我客户。什么客户啊？他吃你豆腐！我要投诉！你去啊！你个臭流氓！我还报警呢！我！你等着，你等着啊！我回家买房子，我不在家买房子。别走啊，李先生！等着。你有病啊！他刚刚真的在吃你豆腐，你没感觉吗？那坐车不得扶一下的吗？有那么扶的吗？你为什么要自己骗自己啊？我必须要忍，我没有底薪，没开张就等于没有钱，你懂吗？曼曼，是可忍孰不可忍？你以前不是这样子的。哎，你忘了当初咱们是怎么去把那个咸猪手的 HR 给治了的？现在可好，咸猪手都快伸到你衣服里去了，你居然无动于衷。刘金川，你有钱吗？我有啊，你要多少？有钱就买房呗，3居室，2居室也行。买不起啊？那买个开间呗。你连买个开间的钱都没有，就不要在这里叫嚣了，好不好？你以为你是谁呀？以后不要再假扮我男朋友了。妈妈，妈妈，哎，需要有个人保护你。我已经没有爸爸妈妈了，没人保护我。现在哥哥嫂子让我住在家里面，大妈也不收我房租，我已经很感恩、很知足了。可是我天天在家里面耍贱卖萌，总不能出来也是这样吧？总不可能一辈子都是这样吧？麻烦让一下，我要去追客户了。让开！
我再给你买几件衬衫吧，不知道嫌衬衫有点少。别乱花钱了，到时你可以给我买一顶草帽，买一双凉鞋，哎，最好再弄个蒲扇，我到时候赶蚊子用。你可想好了，倪家来呀，这古时候发配流放，顶多也就去个玉门关呀、宁古塔的，还嫌远呢。又不是我想去。那这要去多长时间啊3年5载，谁知道呢？3年5载，那我不成高龄产妇啦？老婆，要不你跟我一块儿去吧？我干嘛去啊？我总经理干得好好的，工资拿得好好的，我不去。你根本就不爱我，真是应了那句老话了：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临头各自飞。哎呀，你过来，你别那么幽怨好不好呀？我非得跟你去发配流放，我才是爱你啊！我们大老板都说了，不去就得辞职。那辞职就辞职呗，辞职吃什么呀？工作不会再找啊？你老公我今年36岁了，你随便找一个 HR 去可以问一问，哪个公司会要一个36岁的程序员？你不是程序员，你是技术大拿，你又懂架构，又懂项目管理，你说你多厉害呀？是不是？你就是在舒适圈待久了，你不愿意冒险。我这么厉害？嗯。倪家来，沈明宝，你可千万不能头脑发热就跟着去了。这年头可不流行什么嫁鸡随鸡、嫁狗随狗的。我这才结婚多久啊，就要独守空房了，感觉前途渺茫啊！怕什么？干什么？咒我呀你？哼，难道我还祝福你啊？祝福你在倪家来开花结果。我跟你讲，公司要股改上新3板，到时候拆分业务，一个是广告公司，一个是媒介公司，有很多业务是需要拓展的。你要是走了，就是对我赤裸裸的背叛。我这女儿啊，被我给惯坏了，结婚闹分居都瞒着我。薛东，血浓于水啊，都会过去的。再说了，我觉得可心挺有商业天赋的呀，真的。我给他介绍了几个客户，都拿住了。什么商业天赋啊？就连开小卖部的算账都比他算得清楚。您对他也太苛刻了。薛总，如何能介绍您签字？你好，请问您找哪位？薛董。薛董，请问您有预约吗？见他，我不用预约。赵小姐，哦，请进，请进。这不是苛不苛刻的问题。Hello， 谢叔叔，好久没见。宋文，你怎么来了？好久没见您了，越来越年轻啊。是不是爱情滋润的呀？爱情的折磨。哎，宋文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新招的董事长助理，叫钟启明。启明，他叫赵宋文，我跟他爸爸是世交。这孩子啊，要不是留恋华尔街，估计现在董事长助理的位置啊，轮不到你。你们俩以前认识？我们在美国的时候是校友。啊，好久不见，师妹。好久没见，师哥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个空间狭小，空气稀薄，咱们限人数，咱就女士优先吧啊！哎，1、2、3，哎，你上吧，快！哎，女士优先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好，可以了啊，你们等下一把啊。挺麻烦了啊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行了，可以了。不差这2步了。早。早。啊。
早。哎，早早。防护服。早。来，你们手机手。你们公司这么多电脑，安全第一。哎，听话。老大，那个咖啡泡好了，放我桌子上。哎，好。你嫂子现在不能喝咖啡啊！来，给你嫂子杯子，温的啊，千万不能太热。下班我来接你啊，安全第一啊！菜齐了，这怎么全是生的？这不有熟的吗？你把我们当兔子了！你媳妇儿需要营养，这你们就不懂了。我看过一篇养生的文章，他说所有这个主播的蔬菜啊，里面的酵素全部都被破坏了。但是这个黄瓜就不一样了，你们没有感受到它旺盛的生命力吗？你们以后得听我的，要学会养生。我现在要去叫外卖，想吃的跟我来。我要吃烧烤。我吃馄饨。好。给我点2个腰子。你怎么没去倪家来啊？这怎么哪儿都能遇见你啊？这就是缘分啊！倪家来纪念品呢？啊，我辞职了。很好。好什么呀？都失业了。这正是弑父的象征。哎呀，甄大夫，这不是你真实啊！哎，辞职以后什么感觉？很平静。有没有一种满足之感？满足之后的空虚之感，空虚之后的疲惫之感？你还要继续找我来看病？你是我最典型的病例。你照着母亲的形象找了妻子，证明你有典型的 Oedipus 情节。甄大夫，我真没病。哎，你听我说。哎，你听我说，我马上就要当爸爸了。很多人呢说男人对这种事情是后知后觉，但是我现在很有感觉。性别导错。哎，我特别希望能在怀孕期间检查你的荷尔蒙变化。甄大夫，再也不见。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啊！公司需要新的增长点，楼宇广告虽然已经饱和，但是精准投放这块还是有的做的。来，我给你们演示一下。高科技啊！有没有谁想试一下的？我来试试。这个好，这个有点意思啊。明宝，来试一下。这个有点意思啊。还有谁想试一下？哎，我来。这我今天早晨刚搜的，他就知道了，侵犯我隐私。蒋梅，最近有点恨嫁啊。这是大数据的一种渠道应用，它会跟你。你今天必须来产检啊！都拖了1个礼拜了。我要是自己有那功能，我用你来啊！什么马上？你上次也说马上，我在你们公司门口等你3小时。史明宝，你知道吗？你这样做是对你自己肚子里的孩子不负责任，是对你自己不负责任。快点，儿子等你啊！好，我知道了。我要去做产检。产检？天哪，你简直是西施好老公啊！哎，我老公他绝对不可能陪我来做产检。不是嘛？你老婆简直是身在福中不知福。我们老公肯定忙，我这闲着没事儿，我就过来了。他这种事情绝对不可能来的呀。
你们老公肯定是忙，为什么我替你们老公做点什么？要不然我帮你接点热水去吧。谢谢。我帮你打热水，什么需要交费的单子吗？我帮你们带过去，帮你们跑团。你们有什么需要告诉我啊？我先给你打点热水啊。真好。喂，会看怎么样了？不能用手机。哦。产检呢？大夫，这是有什么问题吗？我还需要一点时间才能确定。你这宝宝是哪儿不好了吗？我上次产检的时候还都好好的呢。等一等。我就说吧，让你别上班，头3个月那么重要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这下好了吧？哎呀，我错了。哎呀，我不是担心宝宝，我担心你，岁数这么大了，身体经不起折腾。都别说了，没完了还。宫内妊娠10周，双胎。双胎？双胞胎？这说谁名堂？哎，你怎么开得更慢啦？哎呀，这挺快的了，咱车上现在4个人呢。不过这一下来了俩，咱们这经济负担可又上去了。哎呀，咱俩能挣。哎，你说这个到时候咱得请月嫂，得请金牌的吧？还得是2个。哎，这个婴儿用品咱得买双份啊。哎呀，完了，草率了，这婴儿车买早了，咱回头给他退了，换个双人的。你呀，还挺有当超级奶爸的自觉啊！人都说了，说我性别倒错。谁呀，嘴这么坏？哎呀，不过，杨真啊，这俩要是出来了，咱家可怎么住啊？哎呀，没错啊，现在有点住不下了，一下来俩。哎呀，没事儿，积极更健康。妈，哎，快出！爹怎么下班这么早啊？哎呀，我们2个去产检了。哎呦，怎么样？孩子怎么样啊？啊，结果怎么样？您自己看吧。双胎啥意思啊？就是您看到的意思。 2个双胞胎。真的，你看这一个，这一个，哎呦，太好了！你嫂子真厉害，一怀俩，行啊你。那宝宝出生以后，是不是家里都没有我睡觉的地方了？有啊，厨房、厕所、床底下都可以睡。哎，别瞎走吧，快给嫂子倒点水，快去。哎呦！哎，干嘛？太危险了！哎，帮着捡一下，你不管。至于吗？来，下班了接你啊。拜拜。拜拜。耶，什么呀？双胞胎。双胞胎？真的啊？哎，恭喜啊！姐夫请客吃饭。没问题。哎，你说你都吃了些什么呀？这一下能怀俩？也就10天一个人形手术，
8天一个千年老参，5天一颗灵芝，3天一只王八，1天一只鸡。你这孩子怀的不是时候，真是。我告诉你啊，我是孕妇，受法律保护的，别拿你资本家的嘴脸对我啊！唉，我这刚找着点成功人士的感觉，你就又给我出难题。问你个事儿，你讲吧，我现在什么打击都能承受得住。有没有合适的职位能够给杨真啊？他吃得了这个嗟来之食吗？所以我说要合适的嘛。我给你推一个猎头的微信。好，谢谢。他是公司的领导层，我的面子他还是要卖的。喂，知道了。我有一个重要的客户要去送一下。哎，这个人在朋友圈里发这么性感的照片，是个正经人吗？亏你还自诩职业女性，知不知道这个年头干什么都要看脸的？我没听说找工作还要看猎头好不好看的。家里的糟糠之夫还当成宝了。跟你这种分分钟结婚离婚的人哪能比呀？我们这种传统的也只能在乎家里的那个了。谢啦。婉儿姐，这儿有个你们老大的快递。谢谢啊。不客气。哎，婉儿，我昨天管你要的安泰的方案你还没给我。一会儿的，我先把快递给老大送去。那你别忘了，很着急的。老大，进。快递。谢谢。沈明宝怀孕，总经理职位可能出现空缺，还有新曲风。沈大经理如何？告诉过你，许可欣不简单吧？如此看来，总经理宝座又将易主。老板这边请。薛总，您能过吗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这边请，这边请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再见啊！哎，好，再见。你俩先去忙吧。好的。我这刚怀上孕，你就跟别人打情骂俏啊？什么情况？这个叛徒，这么快就发给你了？我是要吃醋的。我告诉你，你要是个男的，绝对是个渣男。你也得体谅体谅我的感受。你一个孕妇，1级保护动物，还闹过劳务纠纷，谁敢把你当成劳动力啊？我哪儿像孕妇了？你看我像吗？我像吗？我不是个正常人吗？别自欺欺人了，行吗？从闺蜜的关系上看，我恭喜你造人成功；但从雇佣关系上看，这的确是个噩耗。你得允许我找个备胎啊。可以啊，那这个人情得算我的。在戚薇那儿，这事儿得是我主动提出来的。好，好，好，你们师徒俩自己勾兑去吧。行。看，这个是给你的，这个是给宝宝的。你这来就来吧，还带什么东西啊？真是，快坐，快坐，手机给你倒点水。哎呀，你不用麻烦我不可。没事儿，没给你说是没到3个月呢，好多人不知道这事儿，没敢声张。哎呀，确实这个月份得小心。来，喝水。哎，我听薛可欣说，是你建议我回公司的。那当然了，我嘛肥水不流外人田，当然是要推荐自己人啦。我真没白疼你，正是时候。哼，怎么啦？哎，我当时啊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，现在冷静下来了。还是那句话，只有工作是安身立命之本。我刚工作的时候，你怎么给我洗脑的呀？你还记得吗？工作呢是越付出越有安全感，感情呢是越付出越没有安全感，结果自己挖个坑给自己跳进去了。哎呀，爱情还是要有的嘛。只是我辞职之后呢，我这位老母亲唯独的化妆机会就是去开家长会，好多化妆品都放过期了。大毒啊，那小胡他现在还那么忠犬吗？哎，别提了。笑面虎这个王八蛋，
把这事儿捅给他妈了。啊？那你们不就见家长了？见了，怎么样啊？他妈可厉害了呢，见到我就说是我什么老牛吃嫩草，还上手了。你看这鹰爪功啊！这挠挺严重的呀。是啊，这现在还是红着呢。那小胡他什么态度啊？哎，就是一妈宝男。那这意思你俩掰了？长痛不如短痛嘛。那行，没事儿，反正咱有工作。这薛可欣啊，马上就新3版上市了。哎，可是毕竟是一个萝卜一个坑，我要去了，你怎么办？薛可欣又说了，咱们排做，分果果。一个分公司呢做传统业务，一个分公司呢做传媒，咱们井水不犯河水，互不干涉。合着你们早就想好了啊？耶！怎么了，老公？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，老公？喂，有猎头给我打电话，我要有新工作了。客人，小杨，恭喜你啊！你就是那个杨铮啊？什么叫那个杨铮？刚从华盛东方出来的吧？啊，你现在名气可响了。啊，是吗？由于你的技术失误，导致了那么大的召回事件。那不是我的责任，这个锅我不背啊。我们不喜欢推卸责任的员工，出了问题就要勇于承担责任。是我的责任，是我的失误导致了产品召回。杨先生，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业务精湛的技术总监。你的研发能力怎么样？我在华盛东方工作期间，带着100人团队主导了4项研发，全部都是封闭开发，一关就是1个多月，其中3项是。我们公司的企业文化是快乐工作，不提倡加班。那最好，我也不提倡加班，所以我也不认同华盛东方的企业文化。但是我们是很看重员工忠诚的。听说你在华润东方的时候就是个刺儿头，还带着员工造反。我确实参与了，但不是我带的头。我确实也不认同华盛东方的企业文化。具体说一说。首先是以极低的薪资水平压榨新人，不说鼓励加班，但说鼓励奋斗，这不就是变相的加班吗？这种工作方法导致了明明可以在工作时间内完成的任务，还要拖拖拉拉、磨磨唧唧，工作效率极其的低下。因为你不加班，就等于不奋斗啊。其次，是内部竞争，为了不被淘汰，部门之间要竞争，部门内的员工也要竞争。说白了，这是什么？这些就是内耗啊。如果一个新人好不容易通过了自己的努力混到了中层，那他就不可避免地参与到办公室政治里去。所以一旦出了问题，没有人想办法解决，都在找背锅侠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为了保住自己手里的饭碗，没有人敢负这个责任。第三，追求成功，我们不能把不成功等同于失败啊。成不成功是谁定义的？不是我们自己，是老板。这样的评价系统本来就是不公平、不客观的。我的人生成不成功，不是取决于老板对我的赞许、公司的嘉奖，而是取决于我的价值能不能最大的体现，我的潜力有没有被最大限度的开发。这些都是需要通过公司和企业放大出来的。所以，我要再找工作，一定要找一个跟我价值观一致的公司。但是很遗憾，我想这个世界上应该没有这样的公司。